大家好，欢迎来到秋月漫谈，我是主播秋月。嘿，朋友们，大家最近怎么样呀？我最近的心情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播客秋月漫谈在 Spotify 上面的订阅者超过了1000人，而这都是因为大家对我这个播客的支持，所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的播客。那这一期播客呢，其实我主要想聊一聊关于秋月漫谈这期播客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最后呢，也想聊一聊我自己对于可理解输入，也就是 comprehensible input 的理解。那首先聊一聊我为什么开始做这个播客，以及从开始做播客到现在的一些历程吧。那听过我前5期播客的朋友也许注意到了，这前5期的播客和我现在播客的形式还不太一样。那这是因为当我刚开始做的时候，也就是2年多前吧，大概我做了5期之后呢，发现自己并没有得到很多的关注。然后当我开始做这个播客的时候，我也没有想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播客。所以当我没有收到很多的关注的时候，我就失去了对于这个播客的信心以及兴趣，并且由于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在做，所以有时候也比较难激励自己。在我停止那个播客之后呢，我有3个月的假期，所以当时我也没太在意这个播客的事情。但是让我惊讶的是，当我在亚洲休这3个月的假的时候呢，我其实收到了一些留言，尤其是在 YouTube 上。其实这些留言的数量也不是很多，但是他们都提到了，这个播客对我很有帮助，你还会继续做吗？之类的非常热情的一些评论，这也给了我很大的激励。所以当我在这3个月假期快结束的时候呢，我就决定我要继续做，但是我需要想清楚自己为什么做这个播客。所以我又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来思考自己做这个播客的理由，以及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坚持下去。那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正想做这个播客的理由有好几个吧。第一个呢，其实非常的简单，那就是当我在国外居住了几年之后，我发现自己的中文水平，尤其是口语表达的水平，没有原来那么高了。所以这个播客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帮助我维持口语水平的一种方式。
那第二个理由呢，就是其实我是有很强的分享欲的。分享欲指的就是我想和别人去分享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看法等等的这样一种欲望，所以叫做分享欲。在现在比较多的内容输出的3种方式里，对吧？包括写作，包括播客，包括视频。这3种方式里，我其实最擅长的是写作，也就是通过文字的形式来分享自己的看法、对世界的看法等等。但是有时候我也在想，那自己是不是可以拓展自己表达的这样一些方式呢？那我是不太擅长对着相机讲话的这样一个人，所以通过声音的方式是可以稍微尝试一下的。那直到现在也证明了，通过播客或者说通过声音的这样一种方式，是我比较擅长的一种分享和表达的方式。再加上我自己其实对很多的问题都感到很好奇，可能是和物理学相关的一些问题，可能是和历史和政治相关的一些问题，又或者是关于心理学或者自我成长的这样一些话题。所以这样一个播客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好的帮助我自己系统化的组织自己的 research 也好，自己的想法和观点的这样一种方式。那最后一个理由呢，就是我想证明自己是能够独立完成一件事情的。那在这个播客的制作过程当中，从录音到制作到发表，以及 logo 的设计呀、marketing 呀之类的，其实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我虽然不能说每一件事我都做得特别好，但是通过自己的力量和不断的学习来做成一件还比较复杂的事情，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让我有成就感的事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学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做时间的朋友。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指我需要给自己一些耐心，给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也就是这个播客，更多耐心，然后通过不断的学习改善的同时，让时间慢慢的展现它的魅力。然后呢，随着不断的订阅人数的增长也好，大家对这个播客的关注也好，我能够在获得成就感的同时，创造出更加有意思的内容。那到了现在，我的播客也慢慢的在发生一些改变，并且未来也会有一些不断的改善。而现在的话呢，除了本身播客的这样一种形式之外，我还有在 YouTube 上面播放自己播客以及相关的一些视频，但是因为内容形式本身是以播客为主的，所以说实话，
在 YouTube 上面的关注并不是很多。那我还有自己的一个 newsletter， 主要是分享一些比较简短的对学中文有帮助的内容，主要是想给大家提供一些能够利用碎片化时间阅读的材料。那除此之外呢，我还在 Patreon 上面有一些付费的内容，包括播客的文本相关的一些问题和比较特殊以及高相关度的单词等等，主要目的还是帮助想严肃的利用这个播客来学习中文的人，好好利用我制作的播客。所以我现在可以说自己这个播客覆盖了一些不同的学习中文的场景。那在未来，在保证我现在的内容的质量基础之上呢，我可能也会尝试一些新的形式吧。那关于秋月漫谈的未来，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内容的本身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这个播客的内容的质量能够越来越好，同时谈论的内容会是大家真正关注的。就比如说，我原来会专门做一些和中国文化高度相关的这样一些内容，包括孙悟空呀，包括中国比较有名的科幻小说呀等等。但是这些内容的表现，说实话，没有另外一部分真正是我个人生活里发生的事情、关心的事情的这样一些内容受欢迎。所以当我真正从我的角度来看待什么样的内容我会感兴趣的时候，说实话，不一定是我正在学习的这门语言背后的文化等等。当然，这些内容也是重要的，它是这门语言当中的一部分。但说实话，我更感兴趣的是如何用我的目标语言来表达我自己关心的事情，来表达我想表达的事情。所以相信正在收听这个播客的你，可能也是这样想的。所以未来我会出一些更加个人的、更加生活化的、更加可能是我认为大家会关心的一些话题吧。那第二个关于未来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希望这个播客能够一直走下去。那怎么做到呢？尤其是在我可能工作会越来越忙，生活里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的这种情况下，我怎么样才能够保证这个播客能够一直走下去？那我的想法就是要在我想做的内容和大家想听的内容之间寻求所谓的 sweet spot，可以说是一个平衡，也可以说是相互覆盖的那一部分内容。这样我既可以满足自己的表达欲，又能够满足听众们听这个播客的趣味性以及学习中文的有效性等等。所以我觉得找到
我想做的内容和你们想听的内容之间的平衡很重要。那除此之外，我可能也会慢慢的尝试新的内容形式，可能会制作一些 YouTube 或者是 Instagram 上面的 Shorts， 也就是短视频，可能会邀请朋友来一起到播客当中录制一期播客等等。但是我还没有很确切的想法，但就算有了，我也得需要找到时间来真正做这样一些事情。所以如果你们有任何意见的话，欢迎给我推荐或者留言。当我看到大家的反馈之后，会让我很有动力去探索一些新的事情。那最后我想聊一聊关于可理解输入的这样一个语言学习方法吧。毕竟我这一个播客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给大家提供中文世界里的可理解输入的这样一个资源。我自己其实在我学习语言的过程当中，也在大量的使用可理解输入的这样一种方式。但我使用的方式其实有两种，一种呢就是那种趣味性比较强的播客也好或者是有声书也好，我会泛泛的听，尽量去pick up， 或者说尽量去听这个内容里边有什么样的内容是我能够理解的，但是我不要求自己能够全部了解，全部听懂。那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会用一个我很感兴趣的播客也好，或者是 TED Talk 也好，把里边的文本打印下来，然后抽取里边某几段的内容，然后反复的听，反复的我自己去跟着读，反复的去学习里边的语法和词汇，直到这样的内容我不用想也能够立马说出来，变成我的肌肉记忆。但这样的做法说实话其实还挺花时间的，所以我会在我刚刚提到的第一种方法和这种方法之间不断的来回循环。但我觉得第二种方法其实效果是最明显的，对于中文而言也非常重要，因为拿着这样一种有母语者发音的音频，然后对着汉字去不断的熟悉汉字的发音和汉字本身的怎么去写的这样一种反复的行为，其实对于学习中文是非常有效的。所以我很推荐大家尝试使用不同的可理解输入的学习方法，不管是用我的这个播客或者是别的播客，不用太担心用什么，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自己能够稍微理解的内容，然后开始听。有时间的话呢，就看着文本边读边听，然后在一段时间之后，你就能够看到自己中文的进步。那这一期关于秋月漫谈的播客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感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的话，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realchinesetalk.nl。 你可以在主要播客平台 YouTube 同名频道上找到我们。为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播客内容，学习中文，我们还提供精心修订的文本、相关的词汇和例句，以及和播客相关的问题，帮助你学习。订阅我们的 newsletter， 你可以免费得到一期上面提到的内容，以及更多有意思的关于中国文化、中文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